吃了吗？一起吃点。你还没吃饭吗？还没有。你不吃吗？你先吃，我洗个澡。我加热了一下，等下一起吃一点吧。你不是要先洗澡吗？饭菜当然要趁热吃了。不知道他约会的情况如何？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不太能接受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是你最适合的那个人。怎么了？不饿？还是你想问我约会顺利吗？不想。我是想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在公共区域穿的越来越过于暴露了？正常穿搭又无不良引导，怕自己把持不住，我还可以就。不能控制点啊？我知道，我这张脸长得容易让人犯罪，但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就不能有点定力？他说话你一定要接，也不能太明显，暧昧一点。真没有，我怕我会犯罪。完了，我说什么？这哪暧昧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多注意一点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我没事儿。顾云章，顾云章，顾云章，醒醒！千万不能睡着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休克，我是真的困了，一整了一整天，又走了这么久的路，真的累了。要是有任何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苏维安，说实话，我还挺享受被你照顾。所以啊，如果我有任何的不舒服，
我一定不会隐瞒。休息会儿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去找救援，你在这等我。小心啊，苏北安！ Vite, vite! On y va. Très bien. Ok, allons-y. Hey, elle est là. Oh, 顾云章，顾云章，顾云章，醒醒！顾云章，吓死我了！你力气真的好大。没事吧？哎呀，我真的很不想醒过来。你要是再晚2秒钟叫醒我，我就可以亲到你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以后做这种梦别带着我。怎么样？你管天管地，还管别人做什么梦啊？哎，喂，快帮忙抬进去！小老板你怎么了？哎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醒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渴了。喝水好，喝水能加快新陈代谢。饿。这有粥吃吗？起不来，算了，不吃了。我喂你吧。来，你扶我。我不会看错了吧？维安在给顾医生喂饭。他俩在拉贝村那晚上干嘛了？维安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顾医生也是。他俩不会在村里吃了什么果实中毒了？早啊，兰姐。你给妈妈打视频干嘛呀？哎，我广场舞要迟到了啊！广场舞啊？不是现在才北京时间早上8点多吧？那社畜还朝9晚5呢。行行，我跟你聊5块钱的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大周末的，你又把自己关在这医院里，不是上课就是做实验，要不就泡那图书馆。你白瞎在法国了啊！你一点都不懂得享受生活呢。谁说我天天在医院了？我上周还去乡下义诊来着呢，感受法式田园风光，体现风土人情呢。哎，你在农村给人看病和在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？你看看你又晒黑了，我跟你说，小姑娘得注意保养。看见没有？
防晒，哎，2个小时要喷一次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省这个钱，都不够你打美白针的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天天去义诊，也没有天天风吹日晒。哟，那怎么黑了？坏了，肯定是年龄大了，新陈代谢出问题了。新陈代谢，我这还没到30岁呢，哪有你这么说你女儿的？你可别跟我比啊！我基因多好呀！啊，咱俩出去，人家不都说是姐妹花吗？啊？谁的眼神那么不好呢？哎呦，你快点说，什么事儿？没干嘛，就是想你了。上周我去义诊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小姑娘跟她妈妈相依为命的，我就突然很想你。你还有时间想我呀？那证明你很空虚啊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吧？什么话到你这儿都会变成同一个主题。你怎么就不问问我在外面有没有吃苦啊？吃苦头啊，是你自找的。我把你生这么好看，不是为了让你天天对着你那些实验器具的。你这叫什么？叫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。好了，服了你了。我是个开明的妈妈啊，我只是想让你谈个恋爱。哎，结局是什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。你总不至于要等到7老8十了再跟人谈个黄昏恋吧？我看是你想谈恋爱了吧？说什么呢？兰姐，千万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，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的。正没正经的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真来不及了啊！哎，小老板，还有2周，我们的援助工作就要结束了，这些数值文件你得抓紧填一下。医院那边问我们是继续申请下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，还是说回国？还有其他事儿吗？医务处让我提醒你，你援助拉卡亚之前暂停的胶质瘤课题项目，贺晓光接手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进展。如果再这么拖下去，就申请不到明年的科研基金了。还有那个青年人才计划，4年1次。如果你不回去的话，10有8九就便宜贺晓光了。所以我们是回还是不回？小老板，我们要是回国的话，你和苏维安应该怎么办？你俩现在确定关系了吗？如果你要是回国，他会不会跟你抢？江敏让你来问的。我不就担心小老板你一直装着腿伤没好，也不容易嘛，是不是？我腿伤没好，你看我好没好？我开玩笑的。啊！哎呀，腿伤还没好呢，你别乱动。没事没事。还很疼吗？疼，特别疼。不对啊，你这几天都能上手术了，怎么还那么严重？手术台上是可以坐着的，所以说脚伤也不影响。你笑什么？方明凡，你不是还有急诊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啊，对，我还有台急诊，小老板就交给你了。还能上手术，看来没什么大问题，慢慢养着吧。等等。拿了我的白大褂就想走啊？休息室太冷了，我
随便拿的。随便拿的。我的脚是因为你才受的伤，你就准备这样不管了吗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你上大学的时候一定学过，人体的唾液当中有一种叫做欧皮尔芬的东西，这种物质呢，镇痛效果堪比吗啡，所以说，直接接吻有助于镇痛。真是活久见，我们高贵冷艳的小老板，还有被拒绝的一天。你是不是很闲啊？你是不是想连续值1周的急诊？打扰了。爱要坦荡。医院里大声喧哗什么呀？闭嘴！云城，我爸说了让你周末来家里吃饭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把食材提前准备好，或者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，好喜欢跟你一起逛超市啊。去，杜总，让你帮我订拉凯亚的机票，订了吗？订好了，但是我有件事要跟您汇报。说。HDQ393期的临床试验已经开始了。出于对抬高股价的考虑，董事会想借机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希望您能够亲自出席。等我回来之后再开吧。下周1招募就正式启动了。等您回来，会不会？您对这个项目的上心程度决定了董事会的态度。您要是能够亲自出席发布会，之后的资金流程也会更顺利一点。这样，你帮我机票取消。好的。但是现在好像为了苏维安又要改变主意了，有点犹豫。具体消息我再帮你打听打听。看什么？江江，你的化妆品里面有没有能美白的呀？那我突然想美白啊！你之前不是很唾弃我从早到晚护肤的吗？女为悦己者容，苏维安，你和顾云峥在野外2天1夜都干什么啦？没干什么。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啊！你居然没有拿下顾云峥，愣是把恋综变成了荒野求生你，简直枉费老天爷精心为你安排的一场暴雨。不是你这脑袋里一天天想什么呢？我俩非得发生点事才行。我就是替你着急呀，姐姐。你再不抓紧机会，人家都回国了。回国？为什么？方明凡说他们医疗援助任务很快就结束了，然后就回去了。顾云峥没跟你说啊？唉，也难怪，毕竟你们俩在拉贝村那么好的机会都没在一起。我估计啊，他觉得你对他没感觉，就更不敢提什么跟他一起回国了。我真的是不理解你啊！你说他那么大一个极品帅哥，还是你从前暗恋的男神，哎，摆在你眼前，你却要白白放他溜走。我的人生理想，
哪怕明天火星撞地球，世界毁灭了，我也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不然就太亏啦。都要回国了，还跟我说那些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？到底要去哪儿？一直往前开。你该不会是要绑架我吧？你有见过绑匪坐在副驾驶上让人质开车的吗？脚都受伤了，不好好在医院待着，非要出来，还非得让我给你开车。不是你让我包你车的吗？想不想赚钱了？想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我打听到当地的一个部落有一名非常出名的巫医，专治各种不治之症。我打算去他那儿看看脚伤。不是，你好歹是华人的副教授哎，你能稍微尊重一下科学吗？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讲，我的脚伤早就应该好，可是现在拖着一直不好，我觉得肯定是邪气入体，侵犯本源。这已经超出了现代医学可以解释的范畴了，必须要想想其他的办法。前面走到底，右拐。先说好了，车费双倍。行，没问题。这就是你说的巫医的家，挺特别的。这是出去外诊了？你看，导航就导在这儿。行，我也找一个巫医，在这儿开家分店。有好医院治不好的呀，就麻烦顾医生带到这儿来，指定能挣大钱。说不定啊，这棵树就有灵性。哎，你别说，我这脚现在感觉没那么疼，你看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看，这太好看了。这座桥是中国人建的。我来拉凯亚1年多，走过很多中国人建的桥，总是想着，其中有一座会不会就是我妈妈建的？一定会有的。你妈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女性。是啊，如果她不是我妈妈，或许我会很喜欢她吧。我们跟她打个招呼吧。喂，你好吗？这该不会是尼鲁大桥吧？听说每年都有一天是亮灯节，只不过我来拉凯亚那么久了，都还没有机会去。是啊，你应该是忙着赚钱了吧？
刚刚跑得挺快的，脚这会儿又不疼了。疼，还疼着呢。想玩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赛车的话，可以让人分泌多巴胺，会让人变得兴奋。谈恋爱也是一样的。看来我比那个巫医管用。你这脚好的差不多了吧？给钱。哎，怎么，人质还反而向绑匪要起钱来了？你比我更像肉票。要钱没有，要人啊，可以赔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这都停下来了，还装？听不见啊？你猜。再来一圈。走了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这都从哪儿准备的？上次在山里，又饿又渴，我都怕了，所以啊，这次我就多准备了一些，有备无患嘛。这些东西啊，全都是户外生存的刚需。这也是户外生存的刚需啊！你可别小瞧这个野餐垫儿，防潮防水，耐磨抗造，这个呀可是居家旅行的必备之佳品。大哥，我们现在在沙漠哎，你跟我讲防潮防水，有备无患嘛。这个呢？你不记得上次咱们在山里啊，后来不是手机都没电了吗？还是这种带电池的靠谱。你看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一会儿咱们把它挂身上，照明用。也可以挂在高的地方呀。你看，比如说像这样，待会儿挂帐篷上特别好看。帐篷？你还带了帐篷啊？伟安，你是不是渴了？我看你刚刚水都喝完了，还好。不是，我水呢？谁给我换成酒了？我的水呢？不是。酒壮怂人胆，你们两个大怂人，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。看来只能喝酒了。解解渴。喝酒解渴。好舒服呀，感觉好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的享受安静的夜晚了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需要静静的欣赏这么美丽的星空。
我也是，以前每一天自己都忙得像个机器一样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停下来仔细想过，究竟为什么而运转。对啊，我们喝了酒，更回不去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。我怎么觉得，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危险啊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了？我就算再喜欢你，也绝对不会乘人之危。可是我会啊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好了。哇，你这功力可以啊！那是。尝尝。好香啊！来盖一下吧。不用，我不冷，喝酒暖身子呢。行。快尝尝。那我们就为这美丽的星空干杯。嗯，干杯。哎，要不我们比赛吧？谁赢了，就可以要求对方一件事情。比赛什么？比赛找星座，谁找的多，谁就赢。怎么样？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天文学社团，你确定要跟我比吗？有没有这么厉害啊？我可是带过沙漠野生旅游团的，客人教过我，中法文我都会。你这道听途说的学问靠不靠谱啊？靠不靠谱的，比比就知道了。怎么，还是你觉得老师输给学生，他面子过不去啊？苏同学，你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胜负欲啊？啊？走，去车顶上比。嗨，猎户座。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参宿4是一颗比太阳大1000倍的亮橙色恒星。参宿7呢？哎，大熊星座，小熊星座。苏维埃，你真的要比吗？你就不怕输了哭鼻子？你要是再不开始，可是真的要输喽。行呀，既然都找到2只小熊了，那就不难找到天龙座。哎，小子，那双子座，那儿御夫座。御夫座？嗯，你瞎编的吧？怎么能是我瞎编的呢？御夫有术的御夫。哪儿呢？你给我指指。那儿，你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？它叫做5车2，它呢就是御夫座的主要恒星之一。就是一颗孤零零的星星。你呀，看到的是一对主星，它们是一对连星，它们在距离非常近的轨道上，围绕着同一质星相互绕行。所以说，它们并不是孤零零的。刚刚我说了4个，你说了3个，我赢了。
啊。别装了，都看见了。天都亮了，昨晚睡得好吗？不太好，还想再睡会儿。哪个环节不太好呀？我可以再来一次。很好，可以起床了。林安，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。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，医院让我回去了。不过我会申请延期。总之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去哪儿啊？看日出。你是生气了吗？其实，援助的任务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。只要我向医院申请，他们一定会同意的。我没有生气，而且你也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。我这个人没什么计划，一向以来走到哪算哪。下个月去哪儿，我都还不知道呢。那，你到哪儿，我就追到哪儿。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，好吗？好漂亮啊！维安，往后余生，我希望每个日出都能和你一起看。那，你到哪儿，我就追到哪儿。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。顾云峥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，不敢奢求更多。多远是永远，太远的事情我想不了。维安，你要是累的话，就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顾医生对那个12床的家属格外照顾。可不嘛，他不仅为12床亲自做手术，还和那个女孩忙上忙下的。这个家属什么来头？听说是华人医大的学妹。温大夫啊？哟，来了。可不只是一个区学妹，我俩同级。苏维安，她可是我们华人医科大学的风云人物啊！她的故事特别多。说来听听。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真的是当年举报贺主任的那个女学生？是啊，为了和温冉争第一数，不光举报老师，还一封信直接闹到国外杂志，班给同班同学的奖项都深深撤回了啊！厉害角色。哎，她当初跟温冉还是好闺蜜呢。贺主任当年因此受到牵连，降了半级，所以现在还屈居于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顾医生之下。贺主任肯定恨死他了。唉，遇上这么一学生，活该是贺主任命中一劫呀。那他不是达到目的了，怎么还退学了呢？谁知道呢？
自己亏心，觉得待不下去了吧？谁说不是的？谢谢啊。好了，走吧。走什么走啊？你退学了啊？你还抢了别人署名呢？我没有。没有，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说？哎呀，回去再说吧。啊。早教班都准备好了吗？顾医生。阿姨，是患者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待会儿会去查房，会帮着仔细检查一下。哎，谢谢您了啊！哎，顾医生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我女儿她也在华人医科大学上过学，在华人医院也实习过。你们以前认识吗？你教没教过她？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刚才那2个护士说她因为学术不端被退学了。你告诉我，真有这事儿吗？说的可不就是您女儿吗？要不您以为她为什么会退学呢？哎呀，千不该万不该啊，不该抢人文冉的署名，这是原则问题啊，闯大祸了，能不退学吗？我才没有，你不要乱说。对，我女儿不是那种人，她这几年一直都在法国上学的，对吧？这位大姐呀，你确定你女儿是在法国上的大学吗？我怎么听说她这几年一直在拉卡亚呀？要不她就是善意的谎言，故意骗您的？不过好像她也不是第一次骗人了，是吧？不可能，我女儿她从来没有骗过我，对吧？啊，你告诉妈妈没骗妈妈，是不是？啊？顾医生，我女儿从小到大拼了命的要考华人医科大学，就是为了要当个好医生。你告诉我，她是个好学生，是不是？啊？没错，阿姨，苏维安，他是我印象当中最优秀、最聪明的学生。据我所知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倒是某些人爱搞一些小动作，违背师德。你这话里有话，说谁呢？谁对号入座，我说的谁。顾医生，我谢谢你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喜欢苏菲亚呀？所以才帮她。哎呀，那你这么帮温冉，你是不是也看上她了呀？啊？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样没怎么着呢，未来丈母娘就开始护女婿了啊！你怎么说话的？阿姨，不是。你什么时候？你管管你妈！我女儿清清白白的求学，她什么样的人品，我可以证明。你是她的论文导师，啊，署名权出了问题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要是再敢诋毁我女儿的名誉，我就会以学生家长的身份，我要去告你，告你师德不端。你行了啊，有理不在声高啊！有什么女儿有什么样的妈，这是在医院，我不和你们一般见识。好了妈，没事啊，走吧。医院里的那些议论你也听到了，你是打算自己说呢，还是让我问啊？我退学了。那去巴黎留学呢？也是假的。你现在是长大了是吧？啊，这么大的事你都骗我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去干嘛去了？我觉得学医太苦了，坚持不住。我跟那些背包客一样，游山玩水，吃喝玩乐，一边找工作一边旅游，去了好多地方呢，什么普吉岛啊、
南法尼斯什么摩洛哥，都是很好玩的地方，又好玩又漂亮，比读书有意思多了。你呀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。你别怪我了，行不？我怪你这个干嘛呀？你不想这么累，我也不想让你这么累。学医多苦啊，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是吧？啊，你想想，从小到大你做什么，妈妈不支持你？但是退学这个事儿，它太大太丢人了，我怕你说。我有什么好失望的？我怪就怪我自己没本事，不能挣钱养活你。你喜欢游山逛水的，我应该支持你啊！世界这么大，就应该出去走一走，对吧？就是你应该告诉我，什么事都不应该瞒着我呀。哎，在你眼里，我是这么不通情达理的人吗？当然不是的。那兰姐，医院里那些闲言碎语，咱就别往心里去了。我怎么可能往心里去呢？刚才顾医生，那不已经当众承认你的优秀了吗？是不是？也肯定你了啊。就是顾医生这么帮衬我们，我看他也挺维护你的。你们俩是不是有点啊？没有，我们俩什么都没有。也对，就你这条件，你也配不上人家。咱脑子里能想点别的事儿。顾医生，病人怎么样啊？病人状态已经平稳，可以转去普通病房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啊。阿姨，维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姑姑安排了采光还有设施最好的 VIP 房间，带林出来把她转过去。你现在就去给孙媛女士办理入住。你可太贴心了，我们家的事儿啊，你忙前忙后，操了不少心。哎，维安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！谢谢你啊，师兄。不用客气，让维安赏脸请我吃个饭就好了。一定的。我先去忙了。啊啊。哟，太好了。你看那个阿姨在翻花手，是不是要拍小视频呢？你可以像我这样翻，你看我翻的多吗？不许这样没礼貌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家小孩他不懂事啊。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姑姑，来，你试试这个。你看，像这样，把它从这里穿出来，然后再穿回去，这样就固定住了。还有一只，来这只手，这只也是一样的。哎，这样手固定住就会舒服很多。你感觉合适吗？谢谢。应该的。谢谢啊。
苏维安，今天如果是你，你想不想结束这一切？啊！众生皆苦，喝点甜的吧。怎么？还怕被别人看见啊？我这只是主治医生，和患者家属沟通而已。谢谢啊。5、6岁之前，我姑姑一直在圣彼得堡留学。我爸说，她是唯一一个从他们县城里走出来的国家级别的小提琴家。很难想象吧？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在机场见到我姑姑的样子。她拎着琴箱出来，是人群中最闪耀的那一个，身材纤长，坚挺的比衣，贴身的西上裙，脖子长长的像一只天鹅一样。他还走到我身边，给了我一块巧克力。我害羞的躲到我爸身后，还悄悄地说：“我姑姑是个外国人。”我还记得小的时候，只要姑姑有空，我就会黏着她，让她陪我玩，看她练琴。听上去很美好。那是那个年纪的我，可以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幸福。我曾经以为，姑姑就会这么一直优雅着，直到老去。只是人生如果那么残酷，是不是不如离去？这是他的想法，还是你自己的想法？对不起啊，我心情很差，胡言乱语的。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不管将来的生活有再大的困难，你都一定不要对生活失去希望，好吗？干嘛突然这么说？出来有点久了，我回去陪姑姑了。苏维安，可你还说过不做逃兵。我也想好好的活下去。亨廷顿舞蹈症的专业文献真是少之又少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顾医生。
麻烦你再帮我在你们的系统里边搜索一下亨廷顿舞蹈症的论文索引，国内外最新的我全都要。好的。然后麻烦你发到我的邮箱好吗？可以。好的。谢谢啊。常染色体遗传，50%的概率。这是我妈做的，让我拿给你。阿姨做的。怎么感觉你好像很不情愿呢？没有。我也想着感谢你的。这是阿姨的心意，那你的呢？没关系，先欠着吧，等将来再找你还。你的研究方向不是胶质瘤吗？怎么在看舞蹈症的资料？我是苏源的主治医生，需要及时的更新医学界的研究成果，好针对性的制定治疗方案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是觉得顾医生日理万机，没必要在一个这样的不治之症上浪费时间。我先走了。温医生，还不走啊？哦，不着急，我再坐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苏渊，你可真行！云城这么多年，还对你念念不忘。你不必为了我，非要投资我爸的项目，他的研究会成功的。但是，你要追求经济效益，我也是能理解的。投资舞蹈症项目，并不只是为了钱。那是为了什么？维安，你之前说你远房亲戚确诊了亨廷顿舞蹈症，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！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，这是近亲。维安，你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了，做过了，我是阴性的，没有致病基因。哎，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？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。不用。难不成？哎呀，小冉，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应该的，阿姨。哎，啊，你来啦！小冉啊，给你预约了一个基因检测。他说呢，华人大医院准确率高，今天就能做啊。对啊，我带你去抽个血，很方便的。不用了，这么小的事情不麻烦你了。
要不今天还是测一下吧，测一下，妈不就放心了吗？啊？我有空就去做。你现在就有空啊？姑姑已经休息了，阿姨一个人在这就行了。反正你在这也没啥事儿嘛。那就测一下吧，测一下，大家心里都放心啊。对，一次检测，换阿姨份放心，多划算。去吧，走吧。谢谢啊。医生，帮我朋友加急处理一下。还有，这是我朋友的牙刷，以防万一，血液和唾液2份都做一下，谢谢啊。你怎么随便拿我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想不到这些细节，有时候基因检测报告不准，双保险。好了，你完事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江江，帮我个忙。你好，我拿一下报告。稍等啊，帮您看一下。好。你这个报告已经被人取走了。被人取走了？被谁取走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累了吧，小娟？温师姐，可不嘛，这连续加了好几天夜班了，困死我了。刚好给你带来杯豆浆，还是热的。师姐也太贴心了吧！我闺蜜做了个检查，我来帮她拿一下报告。你有患者本人的委托书吗？啊，这不，外面大厅的信号又不行了，机器取不出来，只能来找你了。那台机器太老了，经常出问题。那患者本人来了吗？他姑姑不是住院吗？都忙不过来，这不着急看，让我来帮个忙。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薇薇啊，我刚拿报告，他说你的报告已经被人给拿走了。对，我是第一个到的，我前面没有人啊。会不会是温冉？那他要是让兰姐看到你报告阳性，对不起啊，薇安，你别急。对，另一份报告就在我包里。好，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江木影，你小心点儿。这是什么？顾医生早。不是，你跑到检测中心来做什么？检查什么？检查身体啊。我最近肚子老是疼，就女生每个月那么几天，你懂的呀，顾医生。详细的我也不方便多说，你确定还要听下去吗？不用了，你注意身体。拜拜，顾医生。肚子不舒服，检查身体。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？这是什么？顾医生早。倒是。哎，顾明，你
见过顾医生这么匆忙的样子吗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小冉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让我来医院干什么？伟安，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小冉，是伟安的结果出来了吗？怎么样啊？伟安，你的报告是阳性，你以后该怎么办呀？温冉，妈，怎么还是？没事啊，他胡说的。为什么呀？伟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我有报告为证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2份报告呢？阿姨，我是拿伟安的身份证去取的，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阴性，没事。对呀，阴性的嘛，阴性的嘛，是吧？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，早就做了准备啊。伟安，你不应该做份假的骗阿姨呀。温冉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伟安，虽然这个结果我们都无法接受，可是我们是医学生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虽然这个病现在还无药可医，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，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的。够了，温冉。江梦颖，你的那份报告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这份报告，我是拿着伟安的身份证去检测中心取的呀。你呢，温冉？你的这份报告呢？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？不是，我没有委托过他。那就奇怪了。医院有明确规定，只有患者本人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，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，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隐私，轻则记过，重则开除。温冉，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都忘记了吧？我没有。阿姨，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，正在检修，打印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，已经扔进垃圾桶了。所以，你的这份报告该不会是捡来的？如果不是捡来的，难道是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，偷偷拿出来的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是严重违纪。按照规定，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。我捡来的。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？温冉，请你离伟安远一点好吗？那也就是说，伟安没事了，报告拿错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阿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事就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温冉，怎么了，顾医生？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，不要在医院里随便乱说。这一次只是虚惊一场，但如果下一次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，我一定会追责到底。知道了。顾医生，谢谢你啊！放心吧，阿姨，维安他没事的。张梦颖，顾医生，我问你，你手里的那份报告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
我在报告处取的呀，我拿文案身份证取的。好，那温冉那份呢？他那份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怎么知道？那肯定是他伪造的呗。温冉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针对文案不是1天2天了。那你去取报告就取报告，为什么要骗我说去检查身体呢？我没骗你啊，顾医生，我就是去检查身体了。你不信，我给你看我的检查报告单。不是，顾医生，你不会和温冉一样盼着维安有什么病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维安？我问你，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私下来找你拿过报告？没有啊，谁都没有。神经外科的温冉有没有来过？谁啊？我不认识，我们不可能私自给任何人检测结果的，报告只能在检测中心报告处领取。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要报告。维安，刚顾医生来找我了，问报告的事了。但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就是拿你身份证取的报告。是温冉，她嫉妒你，害了你。他那么聪明，不会相信他。但是就算他怀疑报告是假的，可是他帮你瞒住了兰姐呀，是不是就说明他根本不在乎你生不生病？他在不在乎，都跟我没有关系。维安，你这样子强撑，会不会很累？小江，舞蹈症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病。顾云珍现在能接受，那以后呢？想象跟真实面对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父系3代遗传患者，最坏的情况，可能都不用等到30岁，我就会慢慢失去记忆力，然后失去行动力，四肢不停地舞蹈，直到死亡。你别说了，维安。所以江江，与其这样，我宁愿不要开始。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维安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扔下你的。走吧。苏维安，上车。干什么？上车。不上。干什么？上车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？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顾老师这么幼稚，在街上耍无赖的一天。我还有更幼稚、更无赖的一面，你想不想看？所以，亨廷顿舞蹈症就是你退学或不告而别的理由。苏维安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报告是真是假，我都不介意。你还要像以前那样一直躲着我吗？我想你可能误会了。我之所以离开，跟舞蹈症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是因为没有感觉。没有感觉？那你之前跟我在一起，我
们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情，又算什么呢？是你一直在演戏吗？是啊，就是我的一时冲动。谈恋爱有什么好的？谈恋爱还要费尽心思照顾另一个人的感受，还是赚钱好。只要有钱，每一天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。所以顾老师，我不需要感情，也更加不需要无关紧要人的关心。无关紧要的人，对你来说，我是无关紧要的人。好啊，苏伟安，很好。那我就把你的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家人，让和你有关系的人去关心你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停车！我说停车。苏维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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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。你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？我不想听你说谢谢。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。是啊，李医生是挺好的，但是他好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？强词夺理。是，李婉彤哪儿都好，家世好，学历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样样都拿得出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喜欢谁就直说，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，不像某些逃兵。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？李医生既然这么好，你们在一起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松手。他好是他的事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笑什么？我发现我现在可以分辨出来你是不是在说谎。苏维安，你现在话说的有多狠，就表示你有多爱我。你的话都得反着听。你现在说你不想跟我有关系，其实就是在说你爱我，但是不敢跟我有关系，对吗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钟情妄想，随便脑补剧情是种病，得治。找李医生帮你看看。哎，你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不希望我去找李医生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去找。不过，最近李医生倒是教会我，怎么样去死缠烂打。我这个人呢，聪明，全都学会了。所以苏维安，从今天开始，狠话随便你说，再信你一个字，我就不信顾。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无聊。我也爱你。